开头先声明，如果这只模型给你的感觉是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建议你可以直接关掉这部影片。虽然这样会影响到 YouTube 的演算法，但是我还是想要诚实的告诉大家我的感受。嗨，大家好，这里是阿 Y。今天要介绍的模型是万代于25年8月23日贩售的 MGSD 风铃钢弹，定价4290日币含税。风铃钢弹出自于水星的魔女，应该不用多说了，直接进开箱。板件一共12块，加一张胶贴。这次有一些特别拿出来说明的板件。A 板件是开了2块，一块是红色的帕梅特刻痕，一套是蓝色的帕梅特刻痕，也就是等级6散发的颜色。不过实际看起来颜色很塑胶感，亮度不足。虽然细看会发现凹面的地方做了雾化处理，但是放到烟熏黑的零件背后应该会暗淡不少，更别谈这个小细节。下一块是银色的 F 板件，这一块是成型色板件，不是涂装，但接近涂装的质感。这种新的质感我忘记是从哪只模型开始导入的，我的印象是 RG 的 High New 或是 Ultraman 的 Action 版本 FRS， 不确定还有哪些套件有应用，知道的朋友可以留言补充。透明光束特效是沿用 HG 的版本，但是由蓝色改成了荧光绿色。绿色是出力限制的模式，所以有买 HG 版本的人就多了一套可以互相选择替换。可动部分，头部可以360度旋转，我只是2段关节，所以抬头低头的幅度很亮眼。腰部360度旋转没问题。腰部一个球形关节，加上胸部有一小段关节可以小幅度活动，前后弯腰以及侧向弯腰都有一定的幅度。侧裙甲可上下摆动，大腿有下拉关节，提高腿部可动度。大腿根部转轴可转动约90度，因为有下拉关节，前踢自然是没问题。屈膝是2段关节，膝盖有独立关节，可以保留外甲覆盖。手臂360度旋转没有问题，手臂平台能略高于水平。手肘是双段关节，手臂能贴到肩胛。前裙甲是一个拉伸的结构，前裙甲2片独立可动。这次可动最让人惊讶的大概就是收纳光束军刀的背包，左右侧连接根部有球形关节，上段有一个转轴，末端又有一个扁球形关节，可以让光束军刀展现各种灵活的角度，也比较不容易折断。但刀柄依旧是卡榫式固定，还是有断件的风险，把玩时要小心。胸口的舱门需要先将白色拉出一段，再抬起黄色开启。问题是这结构过紧，角度不好抓，太用力还可能会掰断。陷阱1号，这边为什么不简化成可以直接向下拉啦？接着来看怎么更换帕梅特刻痕零件。背包向上推出一段可展开舱盖，明明是密闭舱，这里零件不知道为什么要粘得这么紧。理想状态是可以轻松拿出或倒出吧。说明书上说，更换额头前方零件需要从后方推监视器的零件。我怕刮伤透明零件啊，拿棉花棒推推看。棉花棒 out， 那我拿棉花棒的塑胶管来推推看好了。塑胶管 out 啊，直接用手推推看了啦。手太粗 out 啊，受不了了，直接拿枪筒。有稍微出来一点了耶。我记得刚刚在装的时候，额头这个零件很容易松掉啊！可恶，根本直接用拔了就好了，然后用镊子或手抠下面的凸点就能拿出来了。你以为这个构造是吃饱太闲 ？No No No， 这个结构大有用处。头部直的天线也有，横的天线也有，加上这个零件推出结构的 combo， 让你一旦抓错地方就折断天线。陷阱2号。来更换胸口的刻痕零件，按照说明书指示，要把蓝色胸甲往2侧拔开。这蓝色尖端又长又薄，依照我的经验，这个会断件吧？还有这个刻痕是在紧什么的啦？
等等，这边的烟熏黑透明零件根本没有侧向的卡扣啊，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蓝色的装架往外拉啊？尝试看看直接推，是很顺利可以推出呢，这根本是要害人拔断胸甲吧？陷阱3号。但不得不说，肩部的刻痕设计就真的很好，向外侧拉开舱盖，旋转把零件推出，置换后逆向操作闭合即可。大腿处就是屈膝后拉开舱盖置换即可。这样就可以完成帕梅特刻痕6的样貌了。老实说，红色已经够暗淡了，这个蓝色真的暗淡到不行欸。这个效果不如跟 Full Mechanics 系列的风铃一样，给我红色的电镀件就好了。风铃的机制很单薄，帕梅特刻痕又没几个零件，加上这样的价格，单独开一版做成电镀件，直接给2份不香吗？对玩家来说，这样还比较实际吧。万代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说，你看很厉害吧，我们把一套零件分成 A1 跟 A2， 再多设成型板上来呈现双色哦。接着是武器握持的方式，就是可动的手掌上有一个小卡扣，对应武器上的卡扣插上就 OK 了。这次的盾牌是风铃在模型系列首次可以不用任何基座就完成盾牌的 bit 分离及组装。拆解时先从最外层的2个 bit， 这边球关节有一个卡扣不容易拆，建议是先移除 bit 之后再拆球关节比较好。拆解上半左右以直装连接的2个 bit， 拆解下半左右2侧 bit， 向上滑动解锁后再往侧边拉出。接下来中心处的3个 bit 移除就很简单了。这里请注意，最上方的 bit 的装是有被削去一块的。削去一块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兼用作为卡扣，卡住下方的 bit， 而且这边也是连接上后裙甲的固定用的装位。拿装位作为卡扣，这哪个天才想出来的啊？装位缺肉就是意味更容易折断，而卡扣的目的不就是要能够避免横向施力导致零件被拉开吗？关键字：直装。缺肉失利，我不想多说了。花生你怎么看？陷阱4号。拆解盾牌后可以转换为 Beat On 模式，安装的过程其实都蛮直觉的，就是类似 HG 的装设方式。有改变的地方就是有些零件的连接装位会制作成回转式的关节去隐藏直装，在安装前要先拉出来。屁股拔开有一个孔洞，能装设支架。说明书上写 Action Base 7，我用的是 Action Base 5的头，但这个接头就是几乎每个后续的支架都有，将风铃插上支架插到底。等等，这个回旋，这个松度是怎么回事啊？哈，直接掉下来。陷阱5号，我到底在玩模型还是在玩黑暗灵魂啊？真的满满的善意耶。你想让 Beat 飞出去？买我们的专用支架吧，内附转接件哦。这种 PS 脆材质拿来做成支架，在那边一步两步摩擦都磨出粉了啦，松到爆！额外 bonus 附加陷阱，万代魂支架就是用比较有韧性的材质，但为什么要一直在 Action Base 上面用这种材质啦？比较一下其他风铃钢弹组装模型，右边的是 HG， 中间的是这次的 MGSD， 左边的是 Full Mechanics。我自己觉得目前最好的选择依然是 Full Mechanics 的风铃啦。顺带一提，我因为好奇在这台上面把所有能踩的坑都踩过了，建议不要去使用3方的灯组跟金属骨架，这边就不展开说，会合并到之后的一番赏 Full Mechanics 透明的风铃的介绍影片。当然这次的 MGSD 整体是赢过 HG 非常多的。废话，价格差那么多，如果还比较差，就真的可以淡掉了啦。但在组装体验上 ，Full Mechanics 以及 HG 都很洗练，没有多余的构造，我觉得很舒服。目前 MGSD 系列在日本都是大缺货，即便这次风铃配给台湾的量不少，终于能在货架上出现了。但因为前几款的 MGSD 的原因，风铃一来就是溢价，很多商店都不管了啦，先涨再说。我的入手价格是1200台币，最夸张的我还看过台
币1800，是哪家连锁的我就不想讲了。慢慢等应该能拿到1000左右甚至以下的价格啦。但是因为要做频道，所以我才硬吃这多出来的部分。现在大多市面上的价格转换后大概就是6000日币，跟原定价的4290这个区间能买到哪些 MG 模型，我有制成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模型我从组装、写文案到拍摄影片完成为止，给我的感觉就是烦躁。它虽然在可动、分件、机构设计上确实有它亮眼的地方，像是关节灵活度以及分色分件，这些都是在水准之上。组起来的外观也很好看，但问题在于那些所谓的设计巧思，有些地方不是没必要，就是太超过。替换零件的松紧设计很差，头部后方监视器透明件，还有胸口舱门开启的设计，真刁钻到不行，好像生怕你不会掰断一样。支架接口用指定的接头还异常的松，说没花心思也不对，因为他精心的为玩家准备了一大堆陷阱，所以我才会说，除非你超级喜欢它的外形，不然与其花钱踩这个雷，不如去补15年进来那些经典 MG 模型，至少你会觉得花钱花的值得。但毕竟每个人对于模型在意的点都不同，如果你觉得上述那些缺点都不会影响到你的话，那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的。但就 MGSD 风铃给我个人的感觉，我真的很难推荐下去。感谢收看这部影片，如果你也有感想或想法，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如果喜欢这支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支持我继续创作。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